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，如果俄罗斯控制了乌克兰，美国国防部将考虑如何远程训练乌克兰军队。在线远程的教导，我觉得这有一点天方夜谭，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，乌军最需要得到的是武器、人员以及后勤物资的支援。如果说你对乌克兰更实惠的一个支持，那么就是发挥你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侦察优势，提供俄军布防和进攻的方位，来协助乌军把有限的力量放在主要的战略支撑点上。俄军发起攻势的时间选在了乌军的警惕心、反应能力都处于最低的时刻。专家分析称，这一方面是为了有效提升打击效果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这一时间大部分乌克兰民众还在睡梦中，在外活动的人很少，能够显著降低平民伤亡。换言之，俄罗斯此次军事行动是以歼灭乌军有生力量、摧毁乌军各类军事设施为主，让乌克兰彻底失去军事能力。俄军首轮采用精确打击方式，以打击乌军指挥体系和乌空军防空体系为主。打击指挥体系是让乌军群龙无首，难以迅速组织有效抵抗；打击乌空军防空体系，则是为了快速夺取制空权，以利于后续俄空天军飞机实施对地突击、对地火力援助、空降等作战。乌军将封锁首都基辅市连接第聂伯河两岸的主要桥梁，并歼灭从左岸通过桥梁向右岸移动的目标。据新华社援引乌媒体报道，俄罗斯军队计划在第聂伯河左岸实施空降作战，抢占桥梁，并突袭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乌最高拉达总统府和政府办公大楼。也有专家认为，乌克兰地面部队组织有力，特别是由于2014年持续至今的顿巴斯地区冲突，使得乌军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战斗经验。同时，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力度。此前，乌军方向西方求援的军事物资中，以各种反坦克导弹为主，包括美制标枪和英制 NLAW 反坦克导弹。没有一种武器能够改变一种现代化的联合作战的结局，至多是起到一定的迟滞效果。从目前来看，乌军确实造成了俄军一定的伤亡，特别是在北部的哈尔科夫，已经被确实的视频里面出现了俄王牌近卫坦克4师，足足一个连，还有就是它的防空营受到伏击的一个损失，而且所遭受的损失情况看，有些很像是轻标枪导弹的一个攻顶打击。但我个人的看法，由于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以及动员过少过慢，因此对他们要保持一个持久抵抗的能力